背袍人坐在骷髅山上，看到祝枝柳快被狗头、山羊头怪压入畜生道的漩涡之门时，差点对其笑。还真是我族千年难得一见的队伍，能被这种不入流的小畜生吓成这样，没办法了，只能使用秘术了，不然去了畜生道就真的完了。背袍人双手合十，念了一串咒语，便连接上了祝枝柳的心神。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关键时候还是要我出手。听好了，我的精神体离开极恶谷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快把你的灵台打开，让我进来。背袍人说完这话，就准备好了暂时夺舍的准备，却没料到蠢笨如猪的祝枝柳直接把他的计划暴露了，他差点崩溃。你还真是蠢猪啊！你就该去畜生道，要不是我族人才凋零，我也不会派这等蠢材去执行任务。叫位置，上一世我苦口婆心的劝几个竹马不要投畜生道，甚至不惜废掉自己的半颗内丹，强制将他们都绑去了仙道轮回。没想到他们却为了心上人，飞升后将我绑在天柱上，并下9999颗噬魂钉，害得我魂飞魄散。祝枝柳与4位竹马围立在金色轮回井旁，另一侧，位置独自站在散发着恶臭的黑色轮回井边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金色轮回井中竟隐隐溢出缕缕黑气，悄无声息地缠绕上祝枝柳几人。可当这黑气蔓延至位置身侧时，他身后骤然浮现出一道凤凰虚影，黑气见状，瞬间被震慑，仓皇后退。哥哥们，这一定就是仙道的轮回井。柳儿，不管是仙道还是别的，我们都陪你一起。言哥哥对柳儿最好了，位置姐姐不会吃醋吧？秦言、封建、乌行和韩墨庭4人齐齐望向位置，位置却双眸失神，望着眼前的黑井发呆。迷糊中，位置看到黑井中散发出一丝淡薄仙气，下一刻他的眼神猛地聚焦，抬头看向几人，神色震惊。我不是死在诛仙台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柳儿问你话呢，不回答是哑巴了。位置看到祝枝柳挑衅的目光和几个竹马不善的目光，冷笑地扯了下嘴角。没想到我重生回到了选择轮回井的时候，这次我要亲眼看你们坠入畜生道。位置啊，你急住的嘴脸真难看。你不就是不想让我们和柳儿投胎后再续前缘吗？我们偏要陪她。你这恶毒的女人，别妄想和我们在一起。金光闪闪的井很适合你们，我身负凤凰血脉，天生就能看破世间一切虚妄。那金色的井哪是什么仙界轮回井，分明就是充满了贪婪气息的畜生道，味道真令人作呕。几人同时看向位置，秦言和乌行满脸震惊，韩墨庭皱眉，封建意味深长的笑了。不知道你又在搞什么把戏？哼！我劝你收起那些恶毒的心思。柳儿，到时候我们几个一起成仙，就再也不必受轮回之苦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那墨庭哥哥愿意陪柳儿一起吗？我们都愿意陪你一起。真的吗？姐姐你也别生气，我知道你喜欢哥哥们，但是哥哥们非要和我在一起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呢。怎么会？我巴不得你们永远别分开，最好生生世世都别出现在我眼前。韩墨庭冷笑着对位置丢了一团幽冥鬼火，灼烧了位置的肩膀，位置吃痛的捂住，额头冒出冷汗，脸色苍白。再敢对知柳说话不客气，我不介意烧了你。位置握紧拳头。上一世我联系他们，为了找我不惜殉情来到地府，所以拼了半条命也要助他们飞升，换来的却是1万颗噬魂钉。这次就让他们去梦寐以求的畜生道吧。位置微微勾唇，心底升起了一种报复的快感，心中隐隐期待着。我们真的要这么决定吗？投进去可就没机会改了。众人望向封建，秦言走过去拍了他肩膀，摇头嗤笑一声。你还不相信柳儿的判断？她从没出错过。要不是柳儿，我们也发现不了位置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。对，我相信柳柳，她那么善良，一定不会害我们的。祝枝柳亲昵地挽住韩墨庭的胳膊，脸颊绯红。哥哥们对我太好了，位置姐姐你也和我们一起来仙道吧。我知道你一直暗恋哥哥们。不行，他这个人嚣张跋扈，万一去了仙道，欺负你怎么办？祝枝柳闻言撅嘴思考一会，然后天真无邪地指着身后散发出阵阵恶臭的井。那姐姐，不然你就把灵符投到这个井里吧。反正像你这么坏的人，就算去了仙界，也会遭五雷轰顶的。我可是为你考虑啊，姐姐，你说对吗？柳柳，位置都那样对你了，你还为他着想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柳儿，像你这么善良的人，怎么会有人一直忍心欺负你的？真是太恶毒了。韩墨庭突然靠近位置，抢走他手里的灵符，位置惊慌做事要去抢，其余人拦住位置，位置挣扎。怎么？你也有害怕的时候？你再往前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这个坏女人，别想过去！望着韩墨庭将灵符丢进漆黑的井里，位置蹲下，将头埋在双腿间，肩膀抽搐，假装哭泣。望着位置的样子，韩墨庭几人却笑了出来。现在知道怕了，等我们成仙，没准大发慈悲救你一命。只要你发誓再也不和柳儿作对，我可以考虑帮你投胎成猪狗这种畜生，哈哈哈！这群傻子，肯定想不到那个散发出恶臭的井才是真正的通往仙界大门的井吧？那哥哥们将灵符给我吧，我来帮你们投吧，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不分开了。韩墨庭几人将灵符拿出来递给祝枝柳，祝枝柳接过灵符，将几人的灵符连同自己的一起
统统丢到了散发出金光的井里。随着几张灵符不见，空中突然出现一个漩涡，漩涡中写着仙道、畜生道。太好了，柳儿，我们真的要去仙界了。像某些人，注定要在畜生道受尽折磨了。柳柳，你真是我们的幸运女神，以后成了仙人，我们一定会更加爱你疼你。魏芷，你以后好自为之吧，你欠我的就当你还清了。魏芷不搭理，却冷笑一声。韩莫婷皱眉，可你们欠我的血债还没还。你猜一下，接下来你会投胎成什么畜生呢？你最好祈祷不是牛，我可最喜欢吃牛肉了。同样的话，你也记好了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嘴硬。鬼界轮回台前突然起了大雾，几个影子正在慢慢飘来。祝之流几人喜出望外的看过去，来了，这是过来指引我们去仙界了。姐姐仙界派人来接我们了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到时候会有人，哦不，会有畜生来接你的。祝之流等人嘲笑魏芷后，忽然大雾缓缓散去，一行鬼差正抬着一顶散发出金光的轿子飘来。魏芷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走向轿子，黑白无常从阴影中走出，敬畏的拜谒魏芷。魏姑娘，您请上座。祝之柳、秦岩几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魏芷，这怎么可能？魏芷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坐上轿子，队伍往前走着。漆黑黄泉路上，轿子发出的金光微微照亮前行的路，路旁仿佛就像黑暗的深渊一样，深不见底，散发出浓郁的黑雾。路上，祝之柳、韩莫婷几人愤愤不平地跟在后面，因为疲惫叫苦不迭，鬼差里都不理。走得累死我了，他一个要投胎去畜生道的贱人，凭什么坐轿子？明明我们才去仙界，为什么黑白无常让这个畜生坐去往仙界的轿子？我好累啊，走了这么久。风剑若有所思地看着魏芷的方向，韩莫婷脸色铁青，皱眉不语。魏芷听到几人的对话，不由得冷笑起来，一把掀开帘子。有没有可能投胎到仙界的人是我呢？祝之柳和秦岩无形四人好笑地摇了摇头。魏芷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在说什么屁话呢？小子，面对贵人，给我放尊重点儿。黑无常身上散发出森然死气，吓得秦岩惊恐，面色顿时煞白。鬼差居然会维护魏芷那个贱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鬼差怎么对魏芷这么恭敬？难道哥哥们没准魏芷姐姐有什么过人的长处，被黑白无常知道了呢？我就说呢，魏芷这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不知廉耻，她肯定是和黑白无常勾搭在一起了，真他妈浪！魏芷一听到浪荡这两个字，瞳孔冷缩，心浮气躁，险些暴走。他们竟然还敢提这件事！轿子里的魏芷闭眼咬牙切齿，一阵红色灵力从他身上散发出来，呈涟漪趋势，险些要暴走的趋势。众人震惊地看向魏芷，正当魏芷准备出手时，一黑一白两道身影抢先出手。黑无常甩出勾魂锁，一把勾住了秦岩的骨头，白无常则用哭丧棒敲在秦岩身上。秦岩顿时神魂不稳，脸色苍白，倒地痛嚎。啊，我错了，求您二位放过我吧，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两位大人，还请明示。韩莫婷和风剑两人一脸震惊，敢对通往仙界的贵人无礼，这是你罪有应得。几人极度震惊，前所未有的恐惧弥漫在心头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仙界？怎么可能是他？不，去仙界的人是我们才对。你说魏芷才是去仙界的贵人？不，这不可能。不，大人你不要被魏芷欺骗了，我们才是真正去仙界的。黑白无常面色冰冷，刚准备开口，就听到魏芷的传音：两位大人不必再跟他们争论。是。黑白无常互看一眼，用秘术交流后，继续往前赶路。这群傻子，得罪了贵人都不自知，怕是不好过了。老黑，算了，这也不管咱的事，就让他们去作死吧。祝之友将秦岩扶起来，眼里含泪，关心不已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，不然魏芷姐姐也不会这样对你。明明去仙界的是我们，就因为他骗过了黑白无常，就让他去仙界，凭什么？听到祝之柳的话，无形若有所思的低下头。傻丫头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只怪别人太恶毒了。我这一身的伤都是拜魏芷所赐，我一定要找机会弄死他。当初莫婷哥都被魏芷欺骗的团团转，他有啥骗不了黑白无常大人的？他就是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、心狠手辣的人。几人沉默地看向韩莫婷，韩莫婷手握拳头，额头青筋暴露，一脸黑沉。魏芷，你当初害死了我，现在又要破坏我升仙。韩莫婷疯了似的从街上跑回去，看到祝之柳，焦急地等到门口。莫婷哥哥，就是这里，我亲眼看到魏芷姐她和别的男人睡在了一起。韩莫婷恼羞成怒，一打开房门，就看到魏芷昏倒在床上，一个男人正在动手解魏芷的衣服。魏芷啊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魏芷猛地睁开眼，用手捂着头，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。我明明是听了祝之柳的话，听说韩莫婷要魂飞魄散，匆匆忙忙想要见韩莫婷最后一面，这是哪儿？祝之柳，你敢害我！魏芷一剑刺向祝之柳，韩莫婷挺身挡在祝之柳身前。魏芷，你犯了错，不知悔改，还想要杀人。韩莫婷一剑刺向魏芷，魏芷缓缓倒地。迷糊中，
魏芷看到祝之柳得逞的笑，韩墨婷冰冷的目光瞬间充满了恨意，死死地盯着魏芷的轿子，握紧拳头拼命忍着。轿子里的魏芷感受到韩墨婷那极致的恨意，猛地转头对上了韩墨婷的眸子，瞬间也涌上刻骨的恨意。韩墨婷，你是这几人之中最蠢的人。走到黄泉路的尽头，队伍突然停了下来，众人抬头看去，看到一个摆满了酒杯的小摊子，一个老婆子正拿着汤勺站在一个巨大的酒桶前搅拌。老婆子听到有脚步声靠近，抬头看了一眼众人，又低头继续搅拌。贵人来此，恕老婆子有失远迎。魏芷从轿子里走出来，到孟婆身边停下，微笑着接过孟婆汤，一饮而尽。老婆婆，可知何处是彼岸？断尽前尘，方为彼岸。祝之柳几人震惊地看着魏芷，这死老太婆怎么也叫魏芷贵人？这两人在打什么哑谜？我怎么都听不懂。断尽前尘，他当真义无反顾地喝了孟婆汤了。旁边有很多小鬼也在排队喝孟婆汤，小鬼们都好奇地看着祝之柳这群人。有个吊死鬼因为过于靠近祝之柳，惹得祝之柳不开心，皱眉嫌弃地远离。这群鬼都长得好吓人哦，我好害怕。别怕，之柳，哥哥们会保护你的。风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切，嘴巴说的再好听有什么用？看我的！秦岩伤势稍稍好转后，便凶神恶煞地怒瞪着身旁的小鬼。小鬼们被他这副狰狞模样吓得连连躲闪，纷纷退到远处，远远避开了祝之柳等人。看到没，这才是真男人。封建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懒得搭理秦岩。祝之柳走到孟婆旁边，刚准备接下孟婆汤，孟婆把碗重重地扣在小摊上，浑身爆发阴冷的气势，让韩墨婷几人如临大敌。祝之柳一时之间愣在当场。怎么了？你们就不用喝汤了，直接上路吧。哥哥们，看吧，果然仙道之人是不用喝孟婆汤的，因为我们之后再不入轮回了。我选的那口井果然是去往仙界的井。众人原本寡淡的脸色瞬间恢复了喜色，一时之间队伍的气氛好多了。太好了，柳儿，我们真的要成仙了。不愧是柳柳，一直都是我们的幸运女神，跟着你所有的福气都会降临。哎呀，我哪有哥哥们说的这么好？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消息，我的选择果然没错，知柳才是我应该跟随的人。确实是个好消息，知柳你做得漂亮。至于魏芷，他就老老实实的做个畜生吧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改不了自己撒谎成性的毛病。他要是去的是仙界，我的头砍下来给他踢。哈哈，还有那黑白无常，我不会忘记找他们复仇。祝之柳几人继续往前赶路，却没注意黑白无常正和孟婆站在一起聊天。孟婆啊，你偷懒是不是？他们都应该喝孟婆汤啊。哎，汤都不够分了，今天还有好几批来投胎的，能省就省吧。反正他们几个要去的是畜生道，连话都说不了，有没有记忆都是一样的。听着祝之柳等人还在有说有笑的畅想去仙界的生活，黑白无常和孟婆望着几人的背影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希望他们好自为之吧。我已经能够想象到他们得罪了贵人的下场了，那叫一个爽啊！哈哈哈。那就是几个蠢货罢了。魏芷坐着轿子往前赶路，身后跟着的祝之柳等人再也按耐不住。这下已经确定了我们就是去仙界的，凭什么魏芷的待遇那么好？这轿子就应该是柳儿坐的。两位鬼差大哥，需要再确认一下，谁才是去仙界的人吗？魏芷那件人他不是去仙界的，我们才是去仙界的。这轿子能不能让给柳儿？黑白无常刚想发作，魏芷冷笑一声传音：“两位大人无需搭理。”好的，魏姑娘。怎么不理我？当两位大人也都看到了，我们几人都没喝孟婆汤呢，这证明了我们才是贵人。而轿子里那个，他不是，他就是一个去畜生道的而已。姐姐，我们也都是为你考虑，这个轿子本来就是仙界的东西，你一个投畜生道的做这个，会遭天谴的。天谴？这倒是挺适合他的。魏芷身体一动离开轿子，祝之柳立马迫不及待地坐了上去，一时之间感觉自己就像那9天之上的仙女一般，端起了高高的架子。这就对了嘛，姐姐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啥去了？柳柳现在真像仙女，真好看。祝之柳开怀大笑，几个男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，一扫所有的不满。突然，所有人眉心一皱，面如土色。秦岩还特意用鼻子嗅了嗅，然后差点呕了出来。好戏快开始了，看来他们的体味已经越来越接近畜生了。祝之柳捂住鼻子，从轿子里面探出头来，脸上都是嫌弃。哥哥们，一定是魏芷姐姐身上的臭味，她是不是要投胎成猪了啊？怎么一股子猪粪味？不是狗屎味吗？我怎么闻着像鸡的味道？分明就是老鼠味。我怎么也感觉是猪屎味。走在一旁的魏芷冷笑出声，众人目光不善地看过去。你笑什么？这都是你传来的臭味。我笑有人遭报应了，刚抢走我的轿子，现在报应就来了吧。你竟然敢说柳儿，我要弄死你！秦岩刚准备动手，感受到黑白无常锁定的目光，顿时老实下来，别过头，怒哼一声。巫行想发声，也被黑白无常的眼神制止了，低下头不敢动了。现在我不和你计较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
明明就是你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，影响到大家，引起了公愤，你怎么怪到我头上了？难道这就是畜生的本性吗？没错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臭味，确实是畜生的本性。但是我打你是天性。魏直闪身到祝之柳的轿子里，朝着祝之柳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祝之柳顿时狂叫起来。秦岩和巫行几人准备上前帮忙，黑白无常立马散发出浑身气息，将几人震慑在原地。良久，祝之柳的惨叫停了，魏直出来呼了一口气。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哥哥们，我好痛啊！祝之柳的脸肿得老高，活像个圆滚滚的猪头，骤然出现在韩墨庭、秦岩、巫行、封建几人面前。四人见状，先是满脸震惊，随即对视一眼，脸上都露出了几分难以掩饰的嫌弃，差点没当场吐出来。给你打成猪头，提前让你适应一下当猪的生活，你不要太感谢我。你魏直，既然这样，你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祝之柳偷偷给巫行使了个眼色，暗示他偷袭魏直。魏直，你一定想不到，你曾经在乎过的人，会向你捅出致命的一刀吧？我就是要让你感受痛苦，拥抱痛苦。她是个坏女人，她活该有这样的下场。我不会做错。在孟婆庄和在深河之间，有一个地方能够屏蔽所有感官，所有的术法在这里都不能使用。魏直等人现在就走在这片林子里。祝之柳端坐轿中，瞥了眼外面的情形后，不动声色地给了巫行一个眼神。巫行会意，当即放缓脚步，缓步凑近魏直。魏直察觉到动静，抬眼看来，眼神瞬间多了几分防备，冷冷注视着他。魏直，我很感谢你曾经一路护着我，不管怎么说，曾经的我真的奢望过要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巫行这人，前世对他的印象就是胆小懦弱，现在他说这些是干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和你说句对不起。你什么？魏直话音未落，巫行便飞快地拿出符咒，拍在魏直的后背，念咒驱动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难道是灭魂咒？没错，就是你当初送给我的灭魂咒。没想到吧，这东西最终会用到你自己的身上。为什么？我当初对你不薄，把符咒送你保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不要说的那么大义凛然，不然你给他们的为什么都是神剑法宝，送给我的却偏偏是保命用的东西？你不过是嘲笑我弱小而已。就因为这个，你就要杀我？还有就是你妨碍了柳柳。好，你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祝之柳，不顾我们上一辈子的情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魏直那个贱人终于要死。太好了，魏直终于遭报应了，他活该啊，终于要魂飞魄散了。魏直这个虚伪的女人，终于要魂飞魄散了吗？魏直的身上、脸上都出现了裂开的黑色纹路，他轻蔑地看着韩墨庭和秦岩几人，讽刺的冷笑。你们费尽心机的跟我入地府，就是为了此刻。黑白无常震惊不已，飞快地使用法术想阻止灭魂咒，但于事无补。魏直的身体开裂得更严重了，众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一旁的祝之柳则抑制不住的内心狂笑。死吧，魏直，你去死吧！那么善良的柳柳，怎么会露出这样的表情？黑白无常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气息，所有人被威压逼得跪在地上，完全出不了气。下一刻，只见黑白无常同时拿出自己的武器，狠狠朝着韩墨庭几人打去。你们害死了贵人，不需要去投胎转世了，现在就去陪葬吧。秦岩、封建、巫行和韩墨庭四人顿时吓得面色惨白，同时魏直的体内爆发出一阵金光，众人震惊看去。魏直的体内爆发出金光之后，金光将魏直整个人包裹成了一个球，球体里面的魏直裂开的皮肤正在快速的修复，皮肤还比之前更加光滑白皙。突然，金色的球体消失，魏直闭着眼睛漂浮在空中，头发无风自动。魏直猛地睁开眼睛，众人心里一阵激灵。贵人，你没事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魏直这个贱人又活过来了？今日我便亲手斩断和你的姻缘，从此万界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几个竹马看到魏直活了过来，心里都闪过一丝庆幸，表情略微松了一口气。姐姐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刚刚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。我就说柳柳是心底最善良的人吧。魏直懒得搭理祝主，闭上眼睛，单手掐诀，瞬间召唤出一棵巨大的粉色姻缘花树。几个竹马在看到这棵树的时候，浑身一颤。下一刻，魏直双手合十，召唤出了无形的姻缘线，漂浮在空中，和魏直的缠绕在一起。魏直，你真要斩姻缘？巫行哥哥放心吧，姐姐肯定不会这么做的，毕竟斩姻缘有违天道，会遭天谴的。巫行放心好了，魏直肯定就是做样子。魏直，你这把戏玩多了，就没人信了。魏直闭眼，双手掐诀，以心念化作刀，将悬在头上的红线一刀斩断。姻缘线断开的同时，魏直受到了反噬，嘴角流出鲜血。魏直，你疯了！
斩便斩了。姻缘线没了。秦岩、封建、乌行和韩墨庭四人同时一颤，都不敢魏芷真的这么做了。祝之柳心里笑得合不拢嘴，立马从轿子里跑出来安慰乌行。乌行哥哥，你别难过了，魏芷姐姐的心里从来都没在乎过你，不然也不会让你这么难过的。我可舍不得你难过一下。乌行的手垂在地上，祝之柳趁机催动秘术，干扰他的心智。柳柳，我只有你了，我爱你。祝之柳又催动秘术，干扰其他人的心智。乌行，我说了吧，魏芷就是一个冷漠自私的人，柳儿可是实施善人，他连柳儿的1/10都比不上。跟着知柳才能去仙界，而魏芷只是一个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废物。魏芷，你自导自演一出戏，想引起我们的同情心，你的手段卑劣的让人恶心。原来一切都是我错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都断了吧。魏芷冷眼受着几人冰冷的视线，抬手召唤出姻缘术，空中瞬间出现3条悬浮的姻缘线。魏芷用心念凝刀，砍断3人的姻缘线。在秦岩、封建、乌行和韩墨庭4人诧异的目光中，姻缘猛地断裂。就在此时，祝之柳趁着众人虚弱猛然出手，4道黑气窜入秦岩、封建、乌行和韩墨庭4人的头颅，4人被祝之柳控制的神志不稳，不断疯狂挣扎。秦岩、封建、乌行和韩墨庭4人愣在当场。魏芷吐出一口血，虚弱不已，神魂不稳。贵人，您这是何必呢？这样强行解除天道姻缘，神魂会受到烈火焚烧。您一下解除了4人的，这是没想过活路啊！贵人，我来帮你渡点气维持神魂吧。不用，这是我自己的因果，要我自己来了却。祝之柳一副担心魏芷的样子，耗尽魏芷。姐姐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哥哥们这么好，你怎么说放手就放手了？这是我死都求不来的缘分呢。姐姐你算了，妹妹就不惹你不开心了。我只是看你太难受了，想帮帮你的。魏芷懒得搭理，直接别过头。几个竹马却都围在祝之柳身边，嘘寒问暖。柳儿，你还好吗？墨庭哥哥，我没事。魏芷，快给柳儿道歉！你刚不该吼她。面对韩墨庭的指责，魏芷却直接选择无视。韩墨庭气，魏芷，你这个无情之人，就活该坠入畜生道，去感受千刀万剐下油锅的滋味。我无情，是你亲手给我定下1万颗噬魂钉，打得我魂飞魄散的。要去畜生道的是你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噬魂钉？什么魂飞魄散？魏芷往前走去，几个竹马都停在原地，莫名其妙地看着魏芷的背影。还不走？是想去18层地狱吗？在黑白无常的催促下，众人继续赶路。不一会儿就到了再生河，河面大风呼啸，浓雾种种。只见浓雾淡去，河面上飘来了数百穿着白裙的仙子，其中为首的是一身碧绿色裙子的仙子。姐姐们是来接我的吗？看来仙界对我们还是很重视的，还派来了这么多仙子来渡我们成仙。太好了！这是仙界派来指引的人到了吗？我要成为仙人了吗？身穿绿裙子的碧瑶仙子飘到魏芷身边，看到魏芷满身的伤痕，瞳孔猛地紧缩，立即使用了一个仙术，帮助魏芷恢复。你斩姻缘了？我想通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魏芷，恭喜你重回仙界。魏芷的身上突然缠绕着耀眼的金光，整个人沐浴在神光下。几个呼吸间，魏芷的额间一枚仙道印记出现。黑白无常率领着几人差跪地。恭贺先生追征。祝之柳、秦岩、乌行、封建、韩墨庭4人震惊地看着魏芷，脸上都是不可置信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去仙界？你明明投的是畜生道。不可能，去仙界的应该是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是这样的，魏芷怎么可能会去仙界？一定是搞错了。去仙界的怎么会是他？失控的祝之柳凑到碧瑶仙子面前，拉着碧瑶仙子的袖子哭诉：仙子姐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魏芷怎么可能升仙？他在这里做尽了坏事，你可不要被他蒙骗了。你找死！碧瑶仙子立即祭出一记火焰仙术，狠狠打到祝之柳身上。只见祝之柳浑身燃起火焰，倒在地上痛苦哀嚎。这是对你出言不逊的惩罚，再敢胡言乱语，小心我让你灰飞烟灭！啊，疼死我了！望着祝之柳身上的火焰持续燃烧，秦岩、封建、乌行和韩墨庭4人立马冲到祝之柳面前，使用自己的术法，却发现完全无用，顿时焦急不已。无奈之下，秦岩忽然跪倒在地，恳求碧瑶仙子：仙子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柳儿吧，她是无意冒犯的。求仙子放过柳柳，她知道错了。碧瑶仙子冰冷的眼神看向祝之柳，祝之柳连忙认错求饶：仙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您放过我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怕了。仙子，我们好歹也是即将升仙的人，你这样和我们结怨，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吧？秦岩、封建、乌行和韩墨庭4人看碧瑶并没打算放过祝之柳，一时之间脸色阴沉不已。按理来说，碧瑶仙子不应该为了魏芷一人
和我们这么多人结怨才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仙子姐姐，我们迟早要为猎仙班的，你现在何必这般对我？只要你住手，我就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。魏芷看了碧瑶一眼，用秘法传音：碧瑶，你收手吧，不能让他这么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好的，都听贵人的吩咐。碧瑶仙子手一挥，祝枝柳身上的青色火焰便消失了。祝枝柳停下挣扎，躺在地上不断喘息，一双眼睛却怨恨地看着魏芷。魏芷，你这个贱人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就算你使用手段去了仙界又怎么样？等我去了仙界，照样弄死你。柳儿，你还好吗？快，我们快点给柳儿渡点气，她快不行了。四人顿时同时给祝枝柳渡气，祝枝柳才睁开眼眸，虚弱地看着几人，眼眸含泪。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阿芷，我们不看这些下贱东西。魏芷对碧瑶仙子轻笑一下，轻蔑地看着祝枝柳几人围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样子，眼眶有些发红。既然不做鬼，那你们就做畜生，永远在一起吧。算算时间，也应该快了。突然，一阵响彻天地的咚咚咚声传来，原本黑沉的天空突然洒下金光，映照的再生河面上金光灿灿。众人看去，就看到魏芷的身影正在慢慢飞升上去，而祝枝柳等人在这金光的照射下，逐渐呈现出畜生的形态。祝枝柳几人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对方逐渐畜生化的模样，顿时都惊恐不已，尖叫声此起彼伏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柳儿怎么变成了猪头？秦言，你怎么长出了狗耳朵？不，兔耳朵。封建看到几人都开始出现畜生化，自己却没一点变化，有些诧异，却又庆幸，还好我没变成畜生。封建话刚说完，直接就变成了一只灰毛老鼠，吓得祝枝柳几人目瞪口呆。有老鼠了！有老鼠啊！有老鼠啊！有老鼠啊！化身野狗的秦言一看到封建变成的老鼠，立马手脚并用的趴在地上，对着老鼠龇牙咧嘴。而封建慌乱的逃窜着，另一旁化身为猪的祝枝柳正捂着头蹲在地上瑟瑟发抖。你们不要看我，快走开！化作老鼠形态的封建本能的朝着祝枝柳的脚边钻去，顶着猪头的祝枝柳瞥见这只突然窜来的老鼠，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吓得疯狂地大叫起来，下意识抬脚便将它狠狠踢飞。臭老鼠，你不要过来！石榴这一脚太重了，踢得我好痛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会变成老鼠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控制不住想吃老鼠的欲望？化为野鸡的乌形走到祝枝柳身边，挥舞着鸡翅，想拍拍祝枝柳的猪头安慰一下，却发现自己的鸡翅膀够不到人。而祝枝柳一回头，看到乌形丑陋的鸡翅膀，恶心的想吐。凭什么魏芷能顺顺利利的升仙，而我们却出现了兽化？这一定是魏芷搞的鬼！这个贱人，我要撕碎他！我们变成这样，一定是姐姐和那人串通好的，就是为了报复我们。一定是这样，不然我们身上怎么会出现这种事？秦言愤怒地盯着正在缓缓飞升的魏芷，恨不得把它吃了。魏芷却只是勾起一个讽刺的笑容。我不能就这么飞升了，我要亲眼看他们坠入畜生道才行。魏芷，你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抢走我们升仙的机会，还把我们害得这样。不会这么算了，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黑白无常冷漠地看了几人一眼，几人握紧拳头，敢怒不敢言。还有这狗眼看人低的黑白无常，到时候也要一并清算了。就在此时，韩莫婷几人身上的兽化状态忽然逐渐消失，最后彻底恢复正常。祝枝柳不可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头，差点高兴地哭出来。几人互相对视，欢喜一场。魏芷和碧瑶仙子则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诧异。有意思，居然能够从兽化恢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个令众恶鬼闻风丧胆的极恶谷，坐落在一片独瘴森林深处，那里有棵遮天蔽日的巨树，树里有个隐秘的法阵，进去后别有洞天。一片散发出紫色雾气的森林里，周围都是动物的白骨。遮天蔽日的巨树下有一个隐蔽的法阵，法阵晃动进到极恶谷里，洞里骷髅堆积成山，地面血流成河，而骷髅上坐着一个黑袍人，手里捧着一面镜子，观看到了祝枝柳在地府里发生的一切。祝枝柳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封印记忆和修为去地府，凤凰之灵非但没弄到，还投去了畜生道，轮回之力我无法抵挡，只能给他们拖延一下说话的时间了。黑袍人使用术法，口中念咒，瞬间一缕漆黑的力量潜入了镜中祝枝柳额间。祝枝柳猛地心神一颤，额间形成了一枚漆黑的莲花印，然后印记消失不见。我帮你解开封印之力，这是你最后获得凤凰之灵的机会。只要有了凤凰之灵，壮大我族指日可待。黑袍人贪婪地盯着镜中的位置，祝枝柳闭上眼睛，感受到身体里有一股漆黑的力量，正盘踞在脉轮各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身体里怎么会有这股强大的力量？魏芷，就算你飞升了又怎样？我迟早要撕碎你！祝枝柳身旁的韩莫婷瞬间便察觉到他身上的异样，目光微动，侧目望了过去。但下一秒，祝枝柳便迅速敛去脸上的狰狞，恢复了平日模样。
韩莫婷并未深思，只是抬手摸了摸鼻尖，没将这短暂的异常放在心上。总算是恢复正常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的脸终于恢复正常了。嘿，老鼠的毛臭死了！封建，你说你怎么就变成了一只臭老鼠？别提了，我的手终于变回来了。封建阴狠地看着空中的位置，位置冷眼一瞥，看向几人沉思。位置闭上眼睛，感受到体内有一丝精纯的仙人之力。看来我是飞升成功了，但因为此时还在地府，身上的仙人之力被压制了。哼，但他们几人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位置看向碧瑶仙子，传音：碧瑶仙子，我还要在地府界停留一段时间。这几人身上的兽化消失了，恐怕背后有什么大秘密，我要查探一番再回仙界。好，这几人确实很可疑，那我陪你一起吧。在位置和碧瑶相视一笑中，天空中的金光散去，仙兵消失，升仙的通道关闭。位置从空中坠落，不知有几人诧异的看去。位置，这是升仙失败了，真是天助我也。韩莫婷、封建、巫行、秦言几人眼神诧异的看向位置。飞升失败了，看吧，我就说你这样坏事做尽的人，怎么可能去仙界？你注定要去畜生道，被人剥皮抽筋。碧瑶仙子皱眉，刚准备出言教训，祝枝柳忽然迈步上前，一改懦弱可欺的样子，表情嘲讽的看着位置。位置肯定是失败了，不然我不可能察觉不到他身上的仙人之力，他身上的我能感应出来，但是位置身上却没有。怎么啦？严哥哥又没说错，还不能让人说实话了。位置，现在的你不过是条丧家之犬。位置啊，这失败的滋味如何？能告诉我们吗？我来替他说吧。我本来以为耍点手段就能去仙界，就能摆脱被你们欺压的现状，没想到我竟然会失败。我现在后悔了，只求你们能够放过我。位置，我说中你的心事了吗？位置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注定和仙界无缘，你就只配为猪为狗，让人高兴就斗一斗，不高兴就一刀宰了。祝枝柳捂嘴偷笑，眼里都是扛不住的幸灾乐祸。韩莫婷几人更是无所忌惮的大声嘲笑起来。位置，要你和我争，现在知道后果了吧？就连天道都站在我这边。位置，你还是乖乖的给我们磕头吧，这样我们兴许就不和你计较了。到时候我们去了仙界，也能放过你。对，快点给我们磕头认错。哼，一帮孽畜，死不足惜，聒噪！要不是为了查找你们恢复说话的原因，真想把你们全都灭了。碧瑶仙子看着祝枝柳那嚣张的样子，忍无可忍，朝着祝枝柳丢了一瓶金色火焰。孽畜，今日我就杀你正道！祝枝柳恐惧地站在原地，韩莫婷等人目眦欲裂地想去阻拦，眼见着碧瑶向祝枝柳砸去青莲火焰，韩莫婷、秦言、巫行、封建四人面露震惊。柳儿，快躲开！秦言想上前阻拦，却被白无常拿出哭丧棒，狼狈地倒在地上哀。上仙出手，你休得阻拦！封建、巫行俩人慌忙往祝枝柳的方向跑去，却不料飞无常甩出铁链，把将两人打在一起，又一脚踢了过去。封建、巫行两人滚飞10几米，惨叫不已。韩莫婷则还没来得及逃跑，碧瑶便抢到他面前释放威压。韩莫婷身体不受控制地跪倒在地，一瞬间脸色苍白。这可恶的女人，为什么总是针对我？青色火焰在打到祝枝柳身体的时候，祝枝柳额间的黑色印记忽然闪了一下，祝枝柳毫发无损。烟尘散去，位置和碧瑶面发现祝枝柳毫发无损，面露不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碧瑶仙子的青莲火焰居然伤不到祝枝柳，祝枝柳的肉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没事？我都说了，我是注定要去仙界之人，这点程度的火怎么可能伤得到我呢？飞白无常震惊地看祝枝柳，老黑，这祝枝柳怎么突然肉身变得这么强悍了？之前装柔弱的白莲花又是为了什么？确实蹊跷，这其中恐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变故。飞白无常分开撤手后，韩莫婷、秦言、巫行、封建四人连忙挣扎跑开，一个劲地往祝枝柳身边凑。太好了，柳儿，还好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柳柳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你之前都是在伪装实力吗？众人顿时都看了过去。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就突然这样了。这巫行就是一个傻子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打探我的底牌，真是个蠢蛋。总之，枝柳你没事就好。刚才没帮到你，是我太弱了。我都知道的，哥哥们对我好，这样我变强了，以后也能保护哥哥们。枝柳，不管你怎样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枝柳。祝枝柳低头抿唇，眼底带着几分撒娇的软态。韩莫婷几人围在他身边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叽叽喳喳，满是热舞情。而位置则独自立在一旁，神色淡漠如冰，静静看着眼前这一幕。难道祝枝柳的肉身变强和他们几人恢复说话有关？可这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？位置探究地看祝枝柳，祝枝柳感受到位置的目光，转身一脸笑意。
魏芷，你现在知道柳儿的厉害了吧？你这种废物还妄想去仙界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严哥哥，你也不要这样说魏芷嘛，下打击到他那可怜的自尊心可怎么办呀？魏芷怎么能和柳柳比呢？他就是一个被天道所抛弃的废物啊！封建和韩墨庭嘲讽地看着魏芷笑，魏芷懒得搭理，秦言却变本加厉，想对魏芷动手。魏芷，你这个欠收拾的贱人，耳朵聋了！三番两次跳到我面前蹦跶，真以为我是任人宰割的鱼吗？魏芷一怒，身后爆发出凤凰虚影，凤凰虚影一飞冲天，鸣啼声响彻天际，众人捂耳朵，表情骇然地看着凤凰虚影。凤凰虚影在上空转了几圈，在魏芷的身后傲然地看着众人。韩墨庭、秦言、乌行、封建四人惊骇地看向凤凰虚影，祝之柳更是被吓得脚步连连后退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？碧瑶看到凤凰虚影含泪光，听到祝之柳说怪物，瞪住之柳。你这个有眼无珠的蠢货，这可是仙界的凤凰仙君，你竟敢说是怪物，是想死吗？魏芷，你身后怎么会有这种存在？我本是仙界的唯一的凤凰，这当然就是我的真身了。没想到一怒之下，凤凰虚影就释放出来了。不过是一道虚影，就把你吓成这样，真没出息。韩墨庭、秦言、乌行、封建四人一见到这凤凰虚影，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神魂的震颤。我怎么感觉这道虚影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似乎在哪见过？这就是仙界的仙君吗？怎么莫名的想靠近？秦言刚想靠近，凤凰虚影突然一道呵斥，吓得秦言脸色一白，愣在原地。这双眼睛好像在哪看过，这一定是我看过最强大而又美丽的存在。韩墨庭几人都在感慨，唯有祝之柳害怕又憎恶地盯着那凤凰虚影。这怪物怎么和魏芷一样的讨人厌呢？魏芷将几人的表情都收入眼底，随着内心的平静，凤凰虚影也消失不见。凤凰虚影一消失，祝之柳顿时松了口气，却难掩苍白中带点憎恶的脸色。魏芷，你也不过如此嘛。虽然不知道你在哪学的这本事，能够召唤到仙界的凤凰神君虚影来助你，但现在凤凰神君也弃你而去了，你果然是被天道所抛弃之人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，看来不过如此啊！想必刚才那一下用尽了你所有的手段吧？你还是认输吧，乖乖的给我们道歉。该死的魏芷，你得罪了凤凰仙君，说不定以后凤凰仙君还会因你而迁怒于我们，这都是你惹的祸，我们可不会为你善后。到时候我们飞升仙界了，一定会和凤凰仙君说清楚，这是你一人所为，和我们无关。是的，封建这话没说错。我觉得凤凰仙君一定是一个明事理的仙君，一定不会因为魏芷而迁怒我们的。可我觉得你们和凤凰仙君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据我所知，凤凰仙君向来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祝之柳、韩墨庭等人顿时脸色一白，一脸愤怒地看着魏芷，那目光仿佛要吃人。碧瑶仙子却忍不住捂嘴笑了起来。魏芷看去，传音给碧瑶仙子：“碧瑶仙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开心？”无事，就是一想到他们害怕的样子，就忍不住想笑。不过你挺损的，干得漂亮。你真恶毒！这明明都是因为你竟然还甩到我们身上。就在这时候，在深河上再次传来动静，迷雾中出现了一群彩色的光，而光里的影子都异常高大，气场威严。祝之柳、韩墨庭几人激动地看过去，迎接我们去仙界之人终于到了吗？在深河面的迷雾中散出七彩的光，祝之柳几人一扫之前的不愉快，脸上都挂着兴奋的笑容，齐刷刷地看向在深河上的高大身影。看到了吧，魏芷这种靠耍手段的登不了仙，而来接应我们的人身上可是散发出七彩的光，这肯定就是仙界派来的人没错了。是的，我们才是被天道所眷顾的人，自然去仙界的人是我们才对。魏芷，没想到吧？此后我去了仙界，成为一方主宰，而你只能被人吞吃入腹。光是想到你的悲惨结局，我就忍不住的高兴啊！乌行的眼里已经充满了希冀，封建更是脸上挂上了很少有的真心笑容。韩墨庭却装作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，端着架子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祝你们好运吧。他们哪会有什么好运？我祝他们倒是8辈子霉。魏芷，你就是羡慕嫉妒我们。你要知道，强求得来的东西，始终都不是属于自己的。这话你还是对你自己说吧。柳儿，别搭理他，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对，我们是要飞升仙界的人了，不要和他这种人废话了。你现在使劲蹦跶吧，等下可就没机会在我们面前蹦跶了。河上的渡船靠岸了，迷雾逐渐散去，祝之柳眼里却充满了惊骇，脚步连连后退。其他人眼里同样是充满了恐惧，脸色顿时煞白。怎么会这样？迷雾散去后，祝之柳、韩墨庭等人看清了来人，那是一个个触头人身的怪物，有狗头拿着叉子的人，有虎头拎着棒槌的，有山羊头正在舔舐砍刀的，一个个直勾勾的眼神盯着祝之柳几人看。为什么来的都是一群怪物？这是什么？
怎么来的是畜生道的？为首的虎头怪往祝之柳几人走近，祝之柳被吓得往后躲，正好撞入韩墨婷怀里。韩墨婷下意识地抱住祝之柳安慰，秦岩也后退2步，眼里充满了忌惮。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要去的是仙界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怪物？虎头怪、狗头怪、山羊头怪一听到怪物2个字，都齐齐看向屋形，鼻息一震，河面顿时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。虎头怪挥舞着手里的棒子，一道水土粗的惊雷就砸在屋形的脚下，吓得屋形脸都白了，晕过去。这胆量去了畜生道，也只能做只老鼠了，惹得我不开心了，一脚踩死就是，哈哈！没出息的东西，我看那个女娃娃就不错，我要抓回去做我的小妾。祝之柳听完，脸色微微发白。虽说我肉身强悍，但这群人的肉身恐怕是在我之上，这么多人，我怕是应付不来。祝之柳装作害怕，紧紧抓住韩墨婷的衣袖不撒手。韩墨婷察觉到祝之柳颤抖的手，心下一沉，知道祝之柳也不是这群怪物的对手。韩墨婷几人同时互相看了一眼，当下就做了取舍，抛弃无形。好！韩墨婷牵着祝之柳就跑，封建和秦岩见状也赶往逃窜，4人朝着不同的方向急速狂奔。小畜生们还以为自己能跑得掉吗？封建刚转身跑开，狗头怪便猛地将手中叉子掷了出去。封建反应极快，险之又险地侧身躲闪，那叉子擦着他的衣角呼啸而过，只差毫厘便要将他扎穿。你身上有我最讨厌的味道，我猜猜，你一定是一只老鼠。你才是老鼠，你全家都是老鼠！狗头怪化作巨狗往封建身上一扑，封建被死死地压住4肢，动弹不得。下一刻，狗头怪伸出獠牙咬在封建的肩膀，封建顿时惨叫不止。秦岩刚跑，身后的山羊怪化形成巨兽，唰的一下，羊角就把秦岩捅了个穿刺，顶在空中。秦岩一声惨叫，啊！论脚力，你是比不过我的，一开始逃跑你就输了。韩墨婷牵着祝之柳跑，听到惨叫声看去，脸色顿时煞白。怎么还有闲心去操心别人？祝之柳踩到石头摔倒，韩墨婷想扶他，却不料虎头怪跳到祝之柳面前，把他一把扛在肩上。你敢跑，我就杀了他！墨婷哥哥，你别抛下我，救我！山羊怪驮着秦岩大步上前，猛地将他往地上一抛，秦岩当即发出一声痛吼。另一边，狗头怪咬着封建的衣襟拖拽而来，狠狠摔在地上。封建闷哼一声，面露痛楚。紧接着，虎头怪抬手便将祝之柳朝韩墨婷方向掷出。韩墨婷见状，立刻上前稳稳将他接在怀中。走吧，我们该回去了，到时候可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这群新来的畜生。虎头怪降回水手道打开，瞬间开启一道漩涡之门。祝之柳看着那漩涡之门，脸色顿时煞白。不要，我不要去畜生道，要是真的去了，就再也去不了仙界了。不！虎头怪猛地回头看向祝之柳，一脸杀气。你找死！你们弄错人了，去畜生道的是他。魏直冷哼一声，呵，祝之柳，你这是彻底失去理智，开始疯狂咬人了。虎头怪疑惑地看向魏直，那金色的虎瞳刚看去就被魏直体内的凤凰虚影震慑到了，连忙跪地瑟瑟发抖。魏直将凤凰虚影的气息压下，虎头怪缓过来，气急冲到祝之柳面前，他一巴掌。祝之柳捂嘴，一脸震惊。你敢打我？我恨不得弄死你！你害我差点得罪了那位贵人。走，把这个贱女人给我押回去，到时候回去了，我再好好的跟她算账。狗头怪和山羊怪上前一左一右架住祝之柳的胳膊，牢牢钳制住他的动作。一行人簇拥着被擒的祝之柳，浩浩荡荡朝着畜生道的漩涡之门行去。途中，虎头怪与魏止擦肩而过时，朝着魏止微微颔首示好。这就要结束了吗？我终于要亲眼看他们坠入畜生道了吗？不然，祝之柳的耳边响起了一道传音：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关键时候还是要我出手。听好了，我的精神体离开极肉谷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快把你的灵台打开，让我进来。是谁在我耳边说话？休想骗我，我是不会把身体交给你的。众人顿时都看向祝之柳，一脸这女人又在做什么呀？背袍人坐在骷髅山上，看到祝之柳快被狗头、山羊头怪押入畜生道的漩涡之门时，差点气笑。还真是我族千年难得一见的队伍，能被这种不入流的小畜生吓成这样，没办法了，只能使用秘术了，不然去了畜生道就真的完了。背袍人双手合十，念了一串咒语，便连接上了祝之柳的心神。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关键时候还是要我出手。听好了，我的精神体离开极肉谷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快把你的灵台打开，让我进来。背袍人说完这话，就准备好了暂时夺舍的准备，却没料到蠢笨如猪的祝之柳直接把他的计划暴露。他差点崩溃。你还真是蠢猪啊！你就该去畜生道，要不是我族人才凋零，我也不会派这等蠢材去执行任务。祝之柳脑海里传来黑袍人骂自己的声音，顿时过分了，强制将那一缕来历不明的神魂清理出去。祝之柳为此还感到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聪明。他一脸挑衅地看着魏止，表情得意。魏止，又是你在背后搞鬼是不是？还好我没上你的当，这一定是魏止的把戏。还好我及时看透，
这才逃过一劫。他休想骗过我。祝之柳到底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过听祝之柳那意思，好像有东西要借他的身体，但他以为是我在搞鬼。难道之前的兽化也是这个东西在背后操作的？魏芷看向碧瑶仙子，传音：碧瑶仙子，我好像有点眉目了。祝之柳的身后一定有人在背后操控这一切，只是现在他们就要离开地府了。怕是以后就查不到这条线索了。那我们就想办法让他们走不了就是，要不我们这样。魏芷与碧瑶仙子相视一点头，心意相通间已然做好行动准备。魏芷迈步上前，径直挡在虎头怪一行人面前，周身气息凝肃，目光却紧紧锁定着祝之柳。祝之柳见状，立刻警惕地回遁过去，眼底满是防备。一旁的韩墨庭几人面露几分诧异，纷纷将目光投向魏芷，不解他为何突然发难。魏芷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不想让我去投胎？他对我还有想法？魏芷这是……乌行惊讶，眼里顿时充满了一丝希冀。魏芷。你秦岩面色不太好，虚弱的看着魏芷，他想干什么？虎头怪等怪看到魏芷挡在身前，立马恭敬的行礼。贵人，您有何要事，还请吩咐。有些事我还未查清楚，你可否让他们在此地上留一炷香时间？既然贵人有事要处理，我等自然会行个方便。您请。虎头怪说完，带领其他的部众退到一边，魏芷则步步逼近祝之柳等人，吓得他们连连后退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有个事要麻烦你配合一下。魏芷话音刚落，碧瑶仙子就使用仙术，一瞬间捆住了祝之柳。祝之柳震惊中，魏芷朝祝之柳的头上猛地伸出手，他的手搭在祝之柳的头上，使用搜魂术。祝之柳痛苦的嚎叫。魏芷的手搭在祝之柳的头上，使用搜魂术。顿时，只见祝之柳脸色煞白，不停的痛苦挣扎。韩墨庭几人则是震惊不已。魏芷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在对柳儿做什么？快放开他！我只是使用了搜魂术而已，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掉。我不允许你这么伤害柳柳，你给我放开他！乌行刚往前一步，魏芷冷眼给虎头怪使了个眼色，虎头怪等怪立即上前将乌行死死盯住，吓得乌行站在原地不敢再动一下。太吓人了，这群怪物真的太可怕了，仿佛要把我活活吞了一样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就算我贸然出头，也于事无补。魏芷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不用老是针对知柳，他只是我的救命恩人而已，你不要伤及无辜的人。魏芷眼神轻瞥韩墨庭，手上的力道反而更重了。祝之柳挣扎得更猛烈了。魏芷，你住手！你就不能看在我们过往的情谊上放过知柳吗？还敢提过去？你是他们之中最让我恶心至极的一个。阳间是已了，现在是在地府，谈过往已无意义。怎么就没意义了？我们都是为了你才会来这地府的。你可以不感恩我们的好，但我们也曾真心待过你，这是你无法否认的事实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从未认识过你们。韩墨庭、秦岩、乌行、封建几人听完这句话，表情猛地一变，都不可置信地看着魏芷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就说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吧。这就是魏芷在人间历练时认识的人吗？还真是一堆烂人，像你们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就该下18层地狱，去畜生道简直是便宜你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哪里忘恩负义了？我们都追随魏芷到阴曹地府了，欠他的早就还清了，这还不够吗？不够，远远不够。碧瑶杀意冷然，眼睛血红，仙力出现暴走倾向。韩墨庭等人恐惧地看着碧瑶。这时，魏芷朝着碧瑶传音：碧瑶仙子，不要为此事动怒，不值得。这个碧瑶仙子怎么会对我的事这么在意？我和她很熟吗？不过是上一辈子在仙界打过几次照面而已，实在是奇怪。碧瑶听到魏芷的声音，立马就清醒过来，再看向韩墨庭的眼神就没了杀意，只有冷漠。魏芷松开祝之柳，祝之柳的身体瞬间滑在地上，气若游丝。魏芷则暗自皱起眉头，不应该啊，怎么会什么都查不出来？祝之柳的记忆里只有和地府有关的一切，甚至连前尘过往都消失不见了。黑袍人盘坐在骷髅堆上，口里吐出一口紫色的血，调息后松了一口气，差点就暴露了，还好我将我留下的神魂印记抹除了。不过凭借刚才的契机，我将一缕气息附着在他身上了，看来只能让我亲自来夺取凤凰之灵了，指望那个废物是不行的。魏芷转身准备和碧瑶离开地府，虎头怪和部众走向祝之柳等人，准备将人架走。这时候，倒在地上的祝之柳猛地睁开了眼睛，跪在地上高声泣诉：心怀苍生的天帝啊，小女有冤情要奏，我不服，我要举报魏芷和仙界之人暗中勾结，同流合污，就是为了陷害我了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同流合污？你们自己选择的景，能怪得了谁？韩墨庭等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也跟着跪在了祝之柳的身边，纷纷效仿他的样子，开始颠倒黑白。我们明明选择的是通往仙界的景，怎么可能会去畜生道？这一定是魏芷估计设计陷害我们的，我们不服啊！魏芷选择的才是畜生道，他才是该去畜生道之人，肯定天帝为我们做主。恳求天帝看在我们为了魏芷闯地府，却被魏芷无情的坑害，去了畜生道的份上，帮我等主持公道。恳求天帝为我等做主，惩罚魏芷。柳柳那么善良，
当了10世的大善人，他又怎么会沦落到要去畜生道？这其中肯定是魏止的手笔。好一出颠倒黑白的戏，当真以为你们做的那些事，天帝都不知道吗？自欺欺人罢了。莫挺几人脸上没一丝心虚和荒谬，仍旧是磕头哭喊连天。魏止，你飞升失败就是天道对你的惩罚，你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，不然天道又怎会阻断你的飞升之路呢？你好狠的心啊！自己的飞升之路断了，就想掐断我们几人的。我相信天帝自有判断，他定不会徇私，不会让任何心思恶毒的人得到好下场。大哥，这群不要脸的小畜生也太会混淆是非了。你看看事实都被他们扭曲成啥样了？人类这点心眼子可比咱们动物多太多了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你们几人还真是愚蠢啊！你们不信天道的判决，却相信了做了10世恶人的祝之流。你们选择的金色轮回井，正是象征着贪欲的畜生道。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。你说什么？金色轮回井就是畜生道？祝之柳是10世恶人？什么？我记得当时是柳柳亲自把我们的灵符投入了金光井。这是真的吗？柳儿，面对几人的质问，祝之柳慌了，脸色瞬间煞白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祝之柳面色煞白的看着韩墨婷几人，面对几双直勾勾带着质问的眼神，祝之柳莫名的慌了，脚步慢慢的后退。肯定是你胡说，你和魏止本来就是一边的，你现在偏向他说出谎话也不是不可能。这个柳儿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所以你是骗我们的，对吗？就不能换一个好点的理由吗？你这样说出来的话，谁信啊？封建细心观察碧瑶仙子和魏止的神色变化，发现两人脸上并没一点心虚的样子。封建的脸色不由得沉重起来，心中闪过预感，猛地睁大了眼睛，脸色煞白。难道真是金光井存在问题？随你们信不信，事实就摆在这里。碧瑶仙子看这群人一副不信的嘴脸，也懒得多费口舌。虎头怪几个也看笑话一般，对着韩墨婷几人指指点点。你们不是说不论什么道都愿意和祝之柳在一起吗？怎么畜生道容不下你们几个吗？韩墨婷几人脸色顿时羞愧起来，被说中了心事。你懂什么？我们懒得和你争辩这些，我们现在要天帝给我们做主，给我们一个重新选择轮回井的机会。对，我们也不奢求别的什么，只要给我们一个重新选择轮回井的机会就行。恳请碧瑶仙子为我们传个话。对了，只要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就一定能够飞升成仙。你们倒是真的贪得无厌，轮回转世岂是儿戏？先是污蔑我骗了你们选畜生道，现在又贪得无厌的想要重选轮回井，你们当真以为天道是那么好糊弄的？这几个畜生还想得挺美的，我在这活了几千年，从没听说过有人能重新选择。这大概就是说的贪心不足蛇吞象吧？真以为天道能够让人亵渎的吗？天道有情，却也无情，他们还是太愚昧无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天空中聚集了一团团金色的云，金云翻涌，所有人都诧异的朝着天空看去。碧瑶仙子一脸尊敬的看着天空，魏止则眼里闪过诧异。这是天地的气息。只听到一道庄严神圣的声音从空中传来，金光随着声音一同洒下，众人感觉到周围都浮出了金色的灵气粒子，呼吸之间境界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。碧瑶，带他们来九重天吧，有些事情要清算一下了。是，天帝。祝之柳、韩墨婷等人一脸震惊的看着天际，眼神里充满了向往，嘴角抑制不住的笑着。太好了，这是天帝亲自来传召我们了。空中的金色祥云正在逐渐散去，金色的光芒也不见了，河面的异象已经恢复，但祝之柳几人脸上的笑许没停止，几人一扫所有不悦。哥哥们，我们终于要去九重天了。我就说嘛，之前魏止这废物都能钻个空子升仙，凭什么我们不行？我真的要成为仙人了吗？不行，瞧你这点出息，以后好歹也是仙人了，拿出点仙人的气场来。这都是多亏了知柳，要不是他鸣冤，我们也不会受到天帝的重视。那我们该怎么去九重天呢？急什么？天帝可是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，这群畜生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请上天，还这么沾沾自喜，真是死有余辜啊！祝之柳几人被碧瑶仙子一噎，又不好反驳，脸色有些红润，但是看向魏止的时候，都心照不宣的笑了。我是天帝钦点的人，肯定升仙有望。魏止在地府和这仙子暗中勾结的事，肯定被天帝知道。天帝说要清算，肯定是要打算惩治这两人了。魏止，你这回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仙界，就是沾了我们的光了。就是魏止，以后我们为尊，你为卑。哼，之后在天界见到我们，可要行跪拜之礼，不能像在这里一样，一点规矩都没。我这是在提点你，知道吧？碧瑶闻言恼火万分，刚准备动手替魏止出气，魏止忽然传音阻止。碧瑶仙子，先别管他们，我要看他们在仙界会如何作死。好，那我们就静静的看着他们如何一步步自掘坟墓。封建看魏止一声不吭，眼神清暗。哼，魏止啊，你现在才知道怕了吗？之前你身上的气势哪去了？这次你还能请得动，
凤凰仙君的虚影出现吗？就怕是凤凰仙君也会亲自找你算账。毕竟你之前没经过他同意就召唤了他的虚影，你现在求我们还来得及，说不定我还能为你在凤凰仙君面前说上一两句好话，让凤凰仙君放过你。就你这样的废物，也能在凤凰仙君面前说得上话？你懂什么？我看你不过只是仙界的一个小官吧。等我们升上去了，分分钟就放逐你。你还没资格能动我的人。韩墨婷几人同时看向魏芷，大肆嘲笑，都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魏芷。魏芷，你不会是疯了吧？就你，还说这样的话？自己都飞升失败了，还在这装什么蒜？可能看到我们这么多人能升仙，他脑子刺激坏了吧？这不开始说胡话了？我说魏芷，说起你那可怜的自尊心吧，他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一文不值，不堪一击。魏芷闭眼，感受到体内金色的脉络变得越发清晰，仙人之力也越发浓郁。魏芷再次睁眼时，额间又出现那凤凰形状的仙印。魏芷身上正爆发着仙人之力，忽然之间，在生河面上风云变幻，金色的泪珠轰隆作响，所有人震惊的看过去。是吗？那你的自尊心给我看好了。这竟然是传说中的金色天雷？怎么可能？魏芷怎么能引出这种级别的天雷？韩墨婷等人惊讶地看着金色雷柱。祝之柳听到雷声，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，捂住耳朵，眼里充满了惊惧。魏芷他这么厉害的吗？乌形的眼中，魏芷头发飞扬，额间一点凤凰形状的仙印，身后是金色和波涛汹涌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魏芷吗？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了？这就是他飞升后获得的法力吗？还真是强大。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魏芷，好陌生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不相信魏芷会这么厉害。明明他已经飞升失败了。姐姐，你不是失败了吗？难道这是之前你强行渡雷劫的时候，雷劫停留在你身上的力量？祝之柳看到韩墨婷几人被自己说动，脸色有细微的变化，似乎对魏芷产生了质疑。魏芷姐姐，你何必这样耗费自己的修为来强撑面子？虽然祝之柳实在可恶，但我还是忍一下吧，不能坏了天帝的计划。看魏芷那欲言又止的表情，看来被柳儿说中了，他真的只是在强撑着而已。魏芷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，就这还拿出来装？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换成你，都能达到这种效果，甚至比你好100倍、1000倍。这是个白痴吗？这种没脑子的我们也不享受，到时候被退回来了，这可咋办？乌行和韩墨婷一听，点了点头，觉得秦言和祝之柳的话有几分道理。看来只有这个理由能解释得通了。魏芷，哼，接受自己不堪的命运吧。魏芷，我们别搭理他们了，走吧，回仙界。碧瑶仙子手一挥，一道通往仙界的通道已经打开。祝之柳等人看着眼前那金光闪烁的通道，神色出现了贪婪之色。魏芷和祝之柳一群人同时消失在通往仙界的通道里。飞白无常和众鬼差、畜生道的几个精怪都恭敬地朝着魏芷离开的方向施礼。恭送上仙。一方金雕玉砌的天门耸立在云端，门口有2位手持仙兵的天兵把守。天兵身着一身白甲，头戴冠帽，威严地守在门口，护天门安宁。魏芷一行人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南天门的法阵里，2位守门的天兵看到了，却目不斜视。直到魏芷一行人进入到南天门时，守门的2位天兵这才尊敬地朝着魏芷施礼。仙君，恭贺您回归仙界。魏芷淡笑地点了点头，走进天门。碧瑶仙子立马跟上，而祝之柳那时刚好站在那，还以为天兵是对自己行礼。韩墨婷几人也跟着误会。韩墨婷几人看着祝之柳的表情，震惊不已。哥哥们，你们刚听到没？那2位天兵居然恭贺我回归仙界。一路上，宫娥都在对着魏芷和碧瑶行礼，祝之柳却一一受着，没给这群宫娥好脸色。他一脸满足地感受着这份殊荣。这群卑贱的宫娥也想得到我的好脸色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只是没想到我竟然和仙界有姻缘，可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呢？等魏芷身影消失后，几个宫娥皱眉。刚刚那个女的，她不是有病吧？我们又不是对她行礼，她装的什么劲？就是，还一副瞧不起我们的样子，还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玩意儿都能上天了。魏芷耳朵灵敏，微微动两下，就听到身后那2个宫娥说的话了。魏芷走在前面，早就发现后面祝之柳的动作了，却不点破，冷笑不已。我倒要看看祝之柳他能坏到什么程度。那个傻子还以为这群宫娥和天兵都是冲着他行礼呢，他也不想想自己何德何能，能受得住这一拜礼，就让他多开心一下吧。等下他怕是哭都哭不出来了。韩墨婷、封建几人看向祝之柳的神情越发的欣赏了，甚至有种共此虚荣，自己脸上也沾光的感觉。魏芷和碧瑶神色如常，荣辱不惊地走在前面，而后面的祝之柳5人则气势昂扬地跟在后面，端着架子，就像那开屏臭美的孔雀如二。果然知柳实是善人的身世没错了，不然这仙界的人怎么都对他这么恭敬呢？这就是被人敬仰的感觉吗？
要是我也能拥有就好了。这趟天帝特意恩准我们上仙界，为的应该就是封仙之事了。仙界才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。果然，只要跟着柳柳，我就能享受到这些待遇。我一定不要辜负他。仙界也不过如此嘛，我到哪里都是受到万人敬仰的存在。魏芷一行人途经一间破落宫殿的时候，祝之柳感觉到心神一阵恍惚，头昏脑胀，摇摇欲坠。没人看见他身体里飘出一股黑雾，朝着梧桐殿的一个神秘的角落而去。看到祝之柳快要晕倒，身边的韩墨婷飞快地将他扶住。祝之柳猛地清醒过来，我刚刚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短暂的失去意识？之柳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吗？我没事。祝之柳站起身来，韩墨婷几人一番关心祝之柳后，便继续跟着队伍往前走。此时，走在前面的魏芷和碧瑶仙子忽然缓缓停下了脚步。祝之柳等人随即抬头看去，白玉琉璃式的大殿立在云端之上，大殿的顶管覆盖着鎏金云纹，日光照射下来，散发出七彩的霞光。众人抬头震惊不已。这时，宫殿内一道肃穆威严的声音传来：“进来吧。”祝之柳几人顿时吞了吞口水，紧张地看向大殿深处。一行人进入大殿，祝之柳一看到宝座上的天帝，立马行了个跪拜之礼。小女拜见天帝。韩墨婷几人见状也跪下拜见天帝。你们都起来吧。祝之柳等人起身，天帝不怒自威的气场，看着魏芷，魏芷微微低头。魏芷，你可知错？魏芷跪下。魏芷知错，我不该好心救狗，反而被狗咬。我也不该在前世为了救下他们而大闹地府，我大错特错。祝之柳几人一听，神色不由得精彩起来，都幸灾乐祸地看着魏芷。魏芷，看来不需要我对付你，你自己就已经得罪了天帝。这可是天帝啊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魏芷正是惹到了天帝，真是活该。难道天帝知道了魏芷在地府对我们做的那些事了，特意来主持公道的？这次倒是承认的挺快的。这个坏女人，终于要遭到报应了吗？目光庄严地扫向韩墨婷几人，脸上无悲喜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在地府鸣冤上奏？天帝这是要给我们主持公道来了，这是个好机会，禀告天帝，小女是地府的一缕无依无靠的孤魂，幸得几位哥哥们相助，这才在残酷的地府得以偷生。我们本来约好一起投去代表了仙界的轮回井，但是这一切都被魏芷给毁了。魏芷冷笑地看着祝之柳胡说八道，碧瑶仙子刚想出声，却被天帝一个眼神制止。是他处心积虑地设计陷害我们，最终害得我们几人的灵符不小心掉入了畜生道。我们本来选择的可是仙道井啊！天帝，您说我们冤不冤？天帝半合眼眸，瞥向韩墨婷几人。你们可有要补充的？天帝啊，您不知，我们哥几个本是魏芷在人间的好友，陪他入了这地府之后，他狠心的把我们抛弃就算了，现在还故意设计我们，让我们投到了那畜生道，害得我们差点就被畜生道的人给抓走了，差点就要经历被剥皮抽筋的酷刑了。他不过一介孤魂，又如何能扭转这6道轮回之力呢？天帝，魏芷他一人肯定是做不到，但是他勾结了他身边的那位仙子，还欺骗了地府的黑白无常，我们这才防不胜防，中计了。碧瑶差点要被气笑了，指着自己不可置信。你说我和魏芷同流合污是吧？你们关系之间的亲密，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很有可能就是你从中协助了魏芷，不然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？魏芷和碧瑶默契的立马跪下，恭敬的跪拜。魏芷斗胆请出琉璃明镜，恳请天帝还我和魏芷一个清白。祝之柳、韩墨婷几人听到琉璃明镜，面色闪过一丝心虚，更疑惑这琉璃明镜是什么。你们可知触犯天条的下场会怎样？祝之柳、韩墨婷几人震惊的看向天帝。祝之柳、韩墨婷几人震惊的看向天帝，天帝面色庄严，看不到一点徇私。祝之柳几人互相对视一眼，都纷纷摇头，表示不知。请天帝人事。天帝此刻提到天条是何意？难道是要给魏芷定罪了？难道天帝是要惩罚魏芷了？天帝眼神示意，殿堂之中，一位身穿七彩仙衣的仙女捧着琉璃明镜出现。所有人目光看向明镜，一面晶莹剔透的镜子，上面散发出阵阵仙雾。天帝抬手，明镜就飞到半空中，投射出当时魏芷几人围在轮回井边发生的一切。见此，祝之柳几人面色闪过惊愕，没想到世间上还真有这种窥探过往的宝物。那我做的那些事，岂不是？画面上，祝之柳几人围在魏芷身边，不断的语言侮辱。韩墨婷抢过魏芷的灵符，丢入了散发出黑气的井中。画面播放到这里，琉璃明镜就恢复正常。此刻，仙界大殿中死一般的沉寂。祝之柳几人大气都不敢出，身体隐隐发沉。这就是你们说的被陷害设计？这，虽然这个灵符是我亲手投进去的，但这都是因为魏芷诓骗了我们。没想到还真的看到了过去。天帝，这其中一定是魏芷和别人做了手脚，才会让我们失误。目前事实对我们不利，我必须拿出一个好的理由，才能改变局面。可有什么好理由呢？哎，有了，只要证明魏芷在地府做过的那些恶就行了。恳求天帝用琉璃明镜看魏芷在地府的过往，
这样就能知道他的本性坏透了，能做出那种设计陷害的事就不足为奇了。若是天帝看到魏止那些坏事做尽的过往，还请天帝将魏止打入畜生道，受剔骨除肉之苦。乌行说完，几人都猛磕头。魏止眼神冰冷，厉厉气愤。你们好得很啊，到现在了都不忘要置魏止于死地。他是倒了8辈子霉，才会和你们这群豺狼虎豹产生交集。魏止，你怎么说？天帝，魏止愿意一探过往。天帝点头，微怒，身上的气息猛地一变，压向祝之流几人面色发白惊骇。你等在地府鸣冤，扰乱两界安宁，状告天界。若事实不是你们说的那样，可做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。韩莫庭几人震惊，思考过后，都一一点头应允。我相信知了，我愿意承担后果。我也愿意，我愿意。天帝挥手间，琉璃明镜又挂在高空，发出强大的光，众人看去，震惊不已。韩莫庭的脸色更是血色全无。琉璃明镜画面切到地府，此时魏止正走在街上，突然听到韩莫庭的传音：我就要魂飞魄散了，在那之前想见你最后一面。等我。魏止听完，面色煞白，轻飘飘的走过去。房里，祝之柳和一个男人亲密的抱在一起。等会他人就来了，就看你的。放心，哼，这样既能毁了他的纯阴之体，还能离间他和韩莫庭，真是一举两得。魏止推门而入，一眼便见床上躺着个男人，心中一紧，快步上前扯看，那男人却骤然翻身坐起。魏止惊觉不对，转身便要逃，谁料身后的祝之柳却突然出手，一缕迷烟袭来，魏止瞬间浑身发软，栽倒在地。不过片刻，韩莫庭满心焦灼，开房门，映入眼帘的竟是魏止与那陌生男人并排躺在床上。琉璃明镜的画面到此消散，韩莫庭却一脸震惊地看着魏止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因此还伤了你，我该死！韩莫庭相靠近，魏止拉手，魏止无情闪开。对不起，没想到真相会是这样。韩莫庭愤怒地打了祝之柳一巴掌，然后掐开脖子。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他？我要杀了你！封建几人顿时震惊地看着韩莫庭，却没人上前阻止。天帝突然发威，千力一扫，将祝之柳救了出来。得救的祝之柳立马向天帝跪地求饶：“你胆敢陷害我仙界之人，必遭天谴。难道天帝要惩罚我？你谎称魏止和碧瑶暗中勾结，这是1罪；你为了一己之私陷害魏止，差点丢失清白，这是2罪；你扰乱两界安宁，这是3罪。本帝罚你天雷之刑。”祝之柳瞬间脸色惨白，立马跪地求饶。天帝却不理睬，转眼看向韩莫庭：“你虽受人蒙骗，却也造下滔天恶业，一并受罚。”韩莫庭低下头跪地：“我甘愿受罚。”仙界大殿出现几个天兵，将祝之柳和韩莫庭拖了下去。天帝一群人出现在仙界刑场上，韩莫庭和祝之柳被绑在天柱上。韩莫庭心如死灰，低头认罚；祝之柳则在绝望的挣扎。天雷响起，韩莫庭皮焦肉，战不肯生；祝之柳惨叫人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魏止，你不得好死！韩莫庭和祝之柳晕过去后，天帝看向震惊的封建3人：“你们几人助纣为虐，是非不分，本帝罚你们承受天雷鞭刑。”我用符咒差点害他魂飞魄散，我有罪，我认罚。我不服，我并没伤害魏止，我只不过是嘲讽他几句，只不过在冷眼旁观而已，这也要受罚吧？我虽有罪，但魏止就是无辜的吗？他明知道那是畜生道，为什么不阻止我们？他就是在引导我们犯错。全场沉寂，都看向秦岩。我没说错，魏止就是故意的。魏止冷眼看去，碧瑶拍手讽笑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死得明明白白。”碧瑶朝着天帝跪下，碧瑶恳请天帝将魏止上辈子的遭遇公开。天帝看向魏止，魏止点头。云画面中，祝之柳一意孤行，将灵符投入金色畜生道。韩莫庭几人见状，正要紧随其后，魏止不顾4人的言语侮辱，执意上前阻拦，双方争执不下，最终大打出手。一番激战过后，魏止不惜耗损半颗金丹修为，强行夺下几人手中的灵符，随即连同自己的那枚一同投入漆黑的仙界井内。看到这一幕，封建几人震惊不已。原来上辈子魏止阻止过我们，魏止就算毁了半颗金丹，也要强行将我们带走。他上辈子能强行带我们去仙界，这辈子为什么却不那么做？他肯定是抛弃我们了。画面中，魏止被绑在天柱上，白裙被血染红，气若游丝。这时，韩莫庭施法，9999颗噬魂钉将魏止扎满全身，魏止的血沿着天柱洒下一地。你们为何要杀我？韩莫庭靠近魏止耳边，害得我和知柳分开，要我承受这生离之苦，没要你尝尝这噬魂之痛。魏止微震惊，苦笑，看向封建几人：“你们呢？柳儿对我那么好，你不该强行拆散我们。还有这把剑是你送我的，我现在还你。”魏止疑惑，秦岩靠近，一刀捅向了魏止心脏。魏止吐血：“不要怪我们，这都是你罪有应得。”
如果有下辈子，不要来干涉我们了。就算是畜生道，我们也愿意和柳柳一起，用不着你管。琉璃明净的画面散去，封建几人沉默不语，而绑在天柱上醒来的韩墨婷震惊不已。上辈子竟是我亲手杀了他。韩墨婷看着魏芷，眼里泪水汹涌而出。都是我，都是因为我该死。秦言震颤的看着消失的画面，猛地看向一脸冷意的魏芷，还没说话，眼泪先流。所以这辈子你选择冷眼旁观，是因为前世为我们所害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所以这才是你这辈子不阻拦我们的原因，因为你重生了。上辈子劝了你们，你们却害得我魂飞魄散，这辈子没劝你们，却还是怪我。所以劝不劝我都错了是吗？我的确错了，错在不该认识你们，不该帮你们开启灵智。什么意思？秦言三人惊讶不解地看着魏芷，魏芷淡漠地望了望一个方向，那是魏芷曾经的居所凤凰宫。你们几人不过是我凤凰宫中的务实罢了，我无聊之时给你们开启了灵智，不久后你们化形成功，正逢我去人间历劫，你们便跟了过去。魏芷话音刚落，风言乌墨四人的额间突然涌现一缕金光。魏芷在凤凰树下栖息，忽然抬头看向天空，随手捕捉一缕风，点了灵智，赐名风。伸手接起树上掉落的一片红叶，随手一抚，赐名年。看到树下的一个黑石，就随手一点，赋予灵智，赐名乌。总感觉还差了什么。魏芷捧起桌上的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表情惬意，发现里面还有一滴酒。这最后一滴，算你有福了，便赐名为墨吧。那是我曾在凡间用过的名。魏芷用仙法拖着酒滴，为其多注入了一丝仙力。魏芷从仙界跳向去人间的河，不料身后化形的风言乌墨也跟着跳入了天河。你们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去哪？我们就去哪？去哪？韩墨婷、封建几人额间的光消失，几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表情复杂的看向魏芷。我都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是我负你。继承过往，不提也罢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这样的，对不起，我该死。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，是我错的太离谱了。没想到我们之间最后会变成这样。如果能重来，算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封建几人的气氛顿时低落起来，都低着头，不敢看魏芷。记忆之过往，你们的雷鞭之行。天帝话还没说完，封建三人跪地。我等愿意承担后果，只是在那之前，我们有笔账要清算，是否会向天帝请罪？封建乌行秦言三人彼此对视一下，速度极快的朝着祝之柳方向掠去，随即使出杀招。只见秦言全身火焰燃烧，手中执剑，封建手中结印，表情愤怒。乌行手臂巨大化，三人朝着祝之柳狠狠打去。而此时祝之柳此时刚刚醒来，正望见封建三人对他使出杀招，一脸惊骇。你们要对我做什么？眼看三人的杀招就要打倒祝之柳身上，忽然祝之柳额头爆发出黑色的莲花印，在众人惊骇的眼神之中，祝之柳忽然变得狂怒邪恶起来，因笑声恻恻。封建三人震惊，天帝魏芷碧瑶等人也震惊不已。呼呼，还好赶上了，结天帝，别来无恙啊！凤邪、魏芷碧瑶、封建几人都朝着被附身的祝之柳看去，表情震惊。结，没想到你还认得本君。你当初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本帝当初亲自确定了凤邪的尸体，并抛入了渊虚，那地方就连本帝都逃不出，他怎么……你还敢说？你个道貌岸然的小人，今日我便亲手毁了你的仙界。凤邪话刚落，抬手间一轮黑月上升，散发出浓郁的黑暗气息。不远处的天兵刚刚触碰到黑雾，就被吞噬，成了凤邪的傀儡。封建乌行秦言三人则是被凤邪震开，脑力特血。几个呼吸间，仙界的大部分天兵都被吞噬，纷纷朝着魏芷碧瑶出手。这怎么回事？凤邪是谁？凤邪的名字是仙界的禁忌，但是我幼时听父亲提过，好像是凤凰一族的背叛者，万年前被天帝镇压，尸体抛入了渊虚。凤凰一族的吗？原来我不是世上唯一的一个凤凰。凤邪和天帝正在缠斗，打得仙界日月无光，越来越多的仙兵被吞噬倒戈，仙界呈现出败势。一时之间，仙界只有魏芷、碧瑶和天帝三人，其余活着的宫娥都躲起来观看。刚解决了一个偷袭的仙将后，魏芷兀的一颤，脸色煞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本源之力也在逐渐的失去，想睡。魏芷站在原地昏昏欲睡，忽然闭上眼睛，陷入黑暗昏倒。天帝侧目看去，碧瑶和封建乌行秦言韩墨婷几人震惊地看过去。魏芷！凤邪看到魏芷昏迷倒地，阴恻恻地笑了。不枉费我使用了凤凰一族的禁术，等我抽走你的凤凰之灵和我的融合之后，我就能觉醒成为真正的洪荒凤凰。到时我定平了这仙界，被我一族血恨。天帝许久未见，我送你一个礼物吧。天帝疑惑间，凤邪猛地祭出东皇钟，只见东皇钟无限变大，瞬间将天笼罩其中。天帝动用全身仙力，
却无法撼动东皇钟一下。别费力了，这可是东皇钟，千万不能让凤邪夺走了凤凰之灵，不然凤邪将实力大增。那时，仙界被毁，3界生灵涂炭。碧瑶快步冲到魏芷身前，急忙为他输送仙力，可魏芷依旧双目紧闭，毫无反应。碧瑶脸上满是焦灼。另一边，韩莫庭奋力挣扎间，束缚他的锁链应声而断。他当即起身，随即与风剑、巫行、秦岩等人一同赶到，几人齐齐围拢在魏芷身旁，神色焦灼不已。魏芷，你怎么了？魏芷，你醒醒！碧瑶仙子，魏芷她这是怎么了？她看起来像中了某种法术，但具体是什么不知道。应该是她动的手脚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就这样坐以待毙，什么都不做吗？只要魏芷能好起来，不论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，就算是死。天帝看向魏芷这边，目光一闪，传音给韩莫庭、风剑、秦岩、巫行4人。你们想救魏芷吗？4人表情震惊地看向天帝，神色激动。我愿意。好，听我的，你们这样做。韩莫庭4人听完后，互相看一眼，表情坚定。4人围着躺着的魏芷，站在不同的方位，同时盘坐在地，掐诀念咒。只看秦岩身上爆发出红色的光束，风剑爆发出蓝色的光束，巫行爆发出黑色的光束，韩莫庭爆发出金色的光束。4道光束沿着地下的法阵聚集到魏芷身下的，将魏芷包裹起来，形成一道彩虹的屏障。4项转生之法起。你们疯了！没想到他们现在甘愿为了魏芷赴死。 4人脸上逐渐惨白，身体忍不住开始颤抖。坚持住，不然前功尽弃，魏芷也会死。韩莫庭话音刚落，其余3人立马咬牙坚持，输送的力度增强了一些。魏芷，只要你能活着就好。一直以来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。我不要你死，我要你活着。你一定要活下去。凤邪目眦欲裂地看着韩莫庭这边，找死！竟敢妨碍我的计划，那就别怪我现在强行抽取凤凰之灵了。望见凤邪朝着魏芷疾驰而来，碧瑶毫不犹豫挡在魏芷身前，神色决绝，大有誓死守护之意。另一边，韩莫庭4人正急切地为魏芷输送4项之力，周身灵力交织流转，一时难以抽身，动弹不得。蝼蚁，你还想挡住本君，简直妄想！凤邪抬手就是毁天灭地一击，朝着魏芷打来。碧瑶闭眼做好赴死的准备。魏芷，我们到此为止了吗？这时韩莫庭4人挡在了碧瑶和魏芷的面前，碧瑶却因为云波而震晕过去，晕倒之前隐约看到了韩莫庭几人的背影。你们还好，最后关头4项之力输送完毕，也赶上了这波攻击。毁天灭地的攻击将韩莫庭4人渐渐吞噬，4人彻底消散前，不舍得看了魏芷最后一眼，然后身影彻底化作飞灰。魏芷，你运气还是不错，有人甘愿为你赴死，接下来可就没人妨碍我了。天帝那边仍旧打不开东皇钟，凤邪嘲讽：“你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从渊虚里面找到的至宝，你没想到吧？我大难不死后还因祸得福，哈哈哈！”此时，仙界大殿开始轻晃，无数瓦砾不断坠落。凤邪靠近魏芷的身边，天帝焦急的目光中，凤邪伸出手拢照在魏芷的头上，准备抽取凤凰之灵。这时，魏芷猛地睁开眼睛，眼里出现了彩虹的漩涡。凤邪看了一眼，忽然心神受创，吐血不止。骇然不已，魏芷的眼睛彩虹漩涡将人不自觉地吸引，失去神智。这是什么瞳术？居然一眼就能重创我！就是你伤了碧瑶后，还杀了他们几人？怎么？就是我做的？你现在自觉将凤凰之灵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毕竟你是我族的血脉。凤凰之灵是什么？看来天帝这老东西什么都没告诉你。也是，他怎么会告诉你？当初就是他屠尽了凤凰一族，就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你。什么？所以你能理解我的行为吧？孩子听话，把凤凰之灵给我，让我们一起统领3界。凤邪逼近魏芷，不停蛊惑着。魏芷终于微微点了点头。既然仙界不仁在前，就别怪我无义了。凤邪将手放在放松戒备的魏芷头上，一缕凤凰的真灵被抽取出来。凤邪激动癫狂的笑了，哈哈哈！我终于要成这世间唯一的洪荒凤凰了。凤邪将凤凰之灵引至眉心，试图融合，却在下一秒惊骇不已。你这小辈竟敢算计我！你是自己害了自己。凤邪诧异的看着魏芷，冷笑。凤凰之灵是世间最强大的守护之力，你若真是因为守护同族而融合，是不会受到凤凰之灵的反噬。你受到反噬，则说明你撒谎了。凤邪一愣，然后癫狂的笑了。所以我是自作自受，所以我精心布局这么久，却是布了一场自己的死局吗？天道，你不公啊！你为了一己之私，修尽数炼母骨，诓骗同族修炼尽数为子骨，借此壮大自身实力。而身为子骨的同族命不久矣，他们自知会对仙界造成威胁，就告诉了天帝后决心赴死。你却倒打一耙说仙界害死了全族，这群人明明都是被你害死的。天道讲究因果有报，你自食恶果罢了。凤邪一愣，然后看着魏芷，
探究。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反抗就是为了引我上钩。恭喜你，猜对了。凤邪震惊后不甘的笑了，眼神死死地盯着位置，直到身体消散。空中忽然出现的红色凤凰之灵和一缕漆黑之灵开始合二为一，化成了一个红蓝的珠子，涌入位置的眉心，消失不见。位置再次醒来，额间多了一个红蓝两色的凤凰印记。位置的气息稍一释放，仙界坠落破败的宫殿正在急速复原。困住天地的东皇钟感受到位置的气息，直接变成了一个小铃铛，飞到了位置面前。你是说想认我为主？小铃铛点了点头。可那我便收下你。小铃铛欢快的蹦蹦跳跳，一头钻进位置的衣袖里躲了起来，只露出半截毛茸茸的绳结。另一边，天帝向位置郑重道谢后，便转身离去，身影渐渐消失在云海之间。天帝走后不久，碧瑶茫然地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缓缓醒来，映入眼帘的便是守在身边的位置，随即起身，与位置并肩伫立，望着仙界铺展开来的浩瀚云海，嘴角漾起一抹释然的浅笑。